听懂我，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魔安杂货部，我是部长T3。那我们今天来看的是这一本假面是 SEGA 的 DX 封神假面演绎的神奇书啊。那关于这一本神奇书呢，是之前已经在国内先行发售了，但因为部长是生活在日本东京了，所以说没有渠道来入手这一本书啊。不过是终于是等到了上周六，终于是在日本地区发售了，所以说部长也是抢先去了东京站的假面师商店，把这本书给购买回来。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，整体这个包装的话是用了一个比较偏白色的一个设计啊。可以看到 SEGA 在使用这本书之后，这边的一个面部设计多了很多这种狐狸的尾巴，九尾狐啊这种感觉。整体的话还是常规的 DX 的包装，我们来打开包装看一下里面的表现究竟如何。那以中国为故事背景题材神奇书呢，目前已经出过这2本了，像是这个玄武神话呀以及西游记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个封神假面演绎呢，实际上也是第3本了。尤其是想说一下的话，是关于这个封神假面演绎这个表纸啊，这个画风实际上和这个西游记有没有感觉还是比较像的啊？这样看其实都是出自一个那个古代神话故事嘛，对吧？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封神假面演绎这个表纸。那当然，这个封神假面演绎吧，那当然是出自我们中国古代非常著名的神话小说这个《封神榜》当中的。可以看到，我们像哪吒三太子啊、姜太公这边都有画。然后另外的话，整个这一圈的这个造型啊，是以这个白色珠光成型色为主啊。拿在手里的话，感觉还行，质感还不错，这样子一个感觉。OK， 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启动音效，行きましょう。風神仮面演技。いいね。森罗万象，奇想天外啊！这样子的一本神奇书，与瞬间驱动器的联动，行きましょう。那大家可以听到一个新的音效，这个童话一册。所以万代呢，它是把一些海外的一些古老传说神话，它是纳在了这个童话里面。然后呢，它日本本地的一些古老传说神话，它是放在那个往昔故事里面。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。World Storyline 这个世界故事启示这样子的一个感觉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变身页面啊，这次的话就是像是九尾的这个尾巴以及这个光轮，这整体的效果还是比较有中国风的这个感觉。听一下必杀。那它这个还是没有识别啊，这个某个故事的神奇书，它报的还是这个名字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以这一本书来破解这个童话2册和童话3册的一个音效，我们来试一下。这一个童话2册是个引发奇迹的一个音效啊。那 OK， 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童话3册，行きましょう。
果然这个每次这个三册这个音效果然还是非常豪华的。那关于这个童话三册的话，就是一个奇迹之剑展现于此的一个音效，还是非常帅的。整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。那 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一个主要内容啊。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《封神假面演义神奇书》的一个具体表现。那部长实际还是蛮喜欢这本神奇书，非常有这个中国元素的要素在里面，好吧？那关于这个童话的音效呢，在此之后会发售像是火焰剑、流水剑和黄雷剑那3本圣剑的神奇书啊。它的那个音效的话，也是会归在这个童话系列里面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是直接拿这个破解方式啊，拿着一本书直接刷出了童话2册和3册。那到时候圣剑的神奇书拿到手之后，我们再正式再做个演示啊，2册和3册一个音效，好吧？那感谢小伙伴记得多多关注我的频道，并记得点赞、投币、分享支持。我是部长7三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